好了，那我现在在三星发布会的现场，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三星首款三折叠 Galaxy Z Tri-Fold。那今天视频里，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三星第一次做三折叠，它的表现到底如何？现场拿到了一台还没有撕膜的三星三折叠，1、2、3，当当，正面的效果，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角度，第一次弯折，大家注意啊，先从这邊彎，左邊合上，然後右邊合上。好了，那麼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次三星在三折疊後邊採用的材質。三星這次的後蓋呢，採用的是全新的陶瓷玻璃纖維材質。這個它擁有玻璃纖維的輕薄、耐摔、耐磨這些特性。現場上手有明顯的光線反射質感。放大看的話，會有上下2層紋理，其中上層呢是鋸齒，下層呢是小線條，強光照射有灰色的通透感。不過相比於 Fold 系列那種磨砂玻璃三折疊後蓋呢還是相對來說更容易沾染指紋的。然後這款手機的側面邊框依然是裝甲鋁材質。三星打造這款手機，它應該最核心的訴求就是希望它耐用。今天視頻要回答大家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三星為什麼要採用這樣一個三折疊方案？三星的三折疊方案呢是兩側屏幕向兩側展開。如果說華為是一個 Z 字形的折疊，那麼三星是一個 G 字形的折疊。在折疊的時候，其中一側的折疊屏會出現一個直角拐彎，這樣設定最大的優勢就是在折疊狀態下沒有彎折的軟屏幕暴露在外，即使用戶失手掉落，也可以由裝甲鋁邊框對手機進行最大程度的保護，相當於三星內屏在折疊狀態下完全被保護在機身內部。三星這款它的三折疊打開和閉合的方式呢，也是有方向性的。我先閉合右邊這個屏幕，一旦超過90度，這個時候手機就會傳來震動，然後屏幕上就會顯示說，打開手機從另一側進行折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強行這樣彎折就你別說它這個手機不提示了，因為它後邊有攝像頭你本身它也是沒有辦法折過來的。所以三星它的三折疊打開順序是先從這邊彎折過來，然後再從這邊閉合上去。外屏部分呢，三星單獨配備了一塊6.5英寸的硬屏，同時採用了康寧大猩猩玻璃陶瓷2，而且這塊外屏是支持全天候顯示的。那麼在機身設計上有哪些細節呢？首先，最右側1/3的後蓋寬度要比左邊2塊寬一點點。三星做了一個凹槽，讓開機鍵和音量鍵機身位置的側邊線條保持在一個平面上，去提升按鍵的手感。第二，就是雖然閉合的時候右側要寬一點點，但是如果當我展開折疊屏平板狀態下，四面邊框幾乎是等寬的。第三，同時我對比了一下 Z Fold 7和三星三折疊，它的內屏邊框寬度雙折疊呢是要更窄一些的。三星把三折疊這個邊框做得更寬一些，我推測要麼是為了增強防護性，要麼就是為了防止誤觸。第四，外屏的邊框寬度和三星 Z Fold 7相比呢也要寬一點點。第五，厚度實測，在折疊狀態下厚度是12.85毫米左右。那第二個我覺得大家比較關注的問題就是這一次三星三折疊它的鉸鏈表現如何，它的支撐力度如何，它在閉合的時候是否是嚴絲合縫的。好了，我現在呢來給大家測試一下它這個三折疊的鉸鏈首先呢，打開這層鉸鏈，我們來測試一下它的穩定懸停角度，再往前一點點，所以說大概三星三折疊的這一面的鉸鏈能維持到剛才那個角度。這次我覺得三星三折疊它的鉸鏈策略和 Z Fold 系列有一些差別了。然後我們再打開這邊的鉸鏈看一下，這個位置是可以穩定懸停的。這個位置就不行了，就落下來了，看到了吧？鉸鏈部分呢，三星三折疊採用的是超薄精工裝甲鉸鏈，然後同時外邊的鉸鏈蓋板採用的是鈦金屬材質，但是它沒有能像 Z Fold 7一樣實現幾乎全角度的超穩定懸停。我在現場的推測是為了讓平板更加平整，因為它這個手機有2個折疊區域嘛，一旦出現一個不平整，那麼在三折疊的平板狀態彎曲就會比雙折疊明顯很多。折痕控制表現上呢，延續了 Z Fold 7系列上的那個升級表現，目前和主流的大折疊旗艦水準一致，表現依然不錯。今天視頻要回答大家的第3個問題，就是三折疊它到底有什麼用？其中第一個場景自然就是展開屏幕，它就從一款手機變成了一塊10英寸的大屏平板。傳統的大折疊發展到今天6-7年的時間了吧，始終沒有解決的一個難題就是展開的時候它是一個更接近正方形的屏幕。這塊屏幕無論是橫屏觀看還是豎屏觀看，都沒有辦法最大程度的去利用屏幕的面積和 App 進行很好的適配。而現在三折疊比較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比如說大屏看視頻，那屏幕更接近16:9這種傳統的視頻比例。另外，三折疊的外屏峰值亮度達到了2600尼特，內屏達到了1600尼特，這個屏幕素質很棒大屏觀，比如說你看4:3的照片，這個時候大屏的效果也會更加震撼。
我在現場測試了一些應用的適配，比如說，小紅書打開橫屏，最多可以顯示5列內容，最少可以顯示3列內容。點開圖文的話呢，左邊是大圖，右邊是文案和評論。文件管理，三星專門做了一个3折疊的適配，可以3列呈現，左邊是根目錄，中間呢是文件內容，右邊呢是文件預覽。錄音功能也做了3折疊的適配，左邊是音頻，中間是音頻轉文字，右邊則是通過 AI 所提取的摘要。剪映從傳統的這種小屏幕預覽加時間軸，變成了巨大的預覽窗，可以同時顯示多條時間線這樣一個屏幕面積。如果你的時間線特別多，你可以選擇左右橫屏來進行剪輯。大眾點評也採用了類似於小紅書的瀑布流適配方式，點進去左圖右文。抖音這就比較傳統了，變成一個巨大屏幕，你可以橫屏觀看，也可以豎屏觀看，配合上官方出的手機殼，吃飯或者休息的時候，直接把手機支起來追劇啊、觀影啊什麼的。這是炒股軟件的界面，這是閱讀軟件的界面，這是地圖導航的界面。另外呢，在拍照界面中，除了中間的拍照預覽區域，左邊三星專門做了一個照片回放區，就是你拍完的照片，它會集中在這裡展現，方便你做一個參考。然後你也可以在這個界面批量的選擇照片來進行分享。在拍照這個功能中呢，有3個小細節，我說一下。第一個細節，因為三星它是採用內外屏這種分屏的設計，所以使用外屏預覽拍照的時候，通過主鏡頭實現拍照，然後通過後邊這個屏幕實現預覽，是這樣一個效果。第二個小細節呢，是前後雙屏同時預覽。比如說你去遊樂場，然後給女朋友拍照的時候，可以讓她看見自拍的這個效果。第3個則是現在可以在相冊裡通過 AI 生成編輯圖片之後，可以在大屏幕去把生成的 AI 照片和原片進行一個縮放細緻對比。以上就是3折疊作為一塊平板打開單個應用的大屏適配。3折疊的第2個大屏應用場景則是一屏多任務，這個其實和雙折疊的多任務邏輯是差不多的，大家也比較熟悉。3折疊呢，它的優勢是可以同時打開3個豎向無遮擋的手機應用，當然你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調整應用的排列或者應用的比例。如果說前2個場景只是雙折疊的一個擴展，那麼第3個場景才是這一次三星入局3折疊的野心，通過連接鍵盤和鼠標，打造一款可以裝入褲子口袋的便攜筆記本。好了，我現在呢就是把這個三星手機放在桌面上，然後用這個小平板，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平板屏幕，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電腦屏幕。首先呢，正常的大家這個手機交互應該比較熟悉了，對不對？其實也是基本相當於一個平板交互。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從觸控條向上拖拽，這就是三星的默認的後台應用。然後，如果我們向左滑動，這個時候就進入了三星 DeX， 也就是說，在這種狀態下，它就變成了一個小電腦。在三星 DeX 狀態下呢，我們有桌面1，有桌面2，有桌面3，有桌面4。現在呢是打開了4個不同的桌面。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桌面1當中，如果我在這個狀態下進入，你會發現下邊就變成了和我們電腦操作比較像的這種 dock 欄，裡邊有不同的應用。在這種狀態下，我就可以使用我的鼠標，然後配對鍵盤。比如說我現在隨便打開一個，然後你看我就可以像正常窗口一樣去拖拽這個屏幕的窗口，然後也可以給它縮放。然後我們再打開一個瀏覽器，現在是打開4個了。然後我們再打開一個小紅書，現在是打開5個了。比如打開一個短信。這個時候它就會提示我，一個屏幕上最多顯示5個應用，所以我們如果把這個給它退出到後台，你會發現，雖然這裡有剛才我打開的許多窗口，但是同時顯示只能顯示5個。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屏幕還不夠大因為比如說你出差的時候用這個小屏幕，我覺得是夠用的。但你要想在家裡辦公，或者說在辦公室辦公，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和你的顯示器來進行一個連接，我們只需要把這個 USB-C 接口給它接上，然後大家看現在我就是相當於把我的手機屏幕的內容投屏到這個顯示器上了。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打開新的應用，比如說打開小紅書，然後因為它們2個現在是左右排列我現在把這個應用窗口拖動，就能夠拖動到這個大屏上，幾乎就相當於這是一個你的筆記本顯示器。然後你把你的筆記本顯示器投屏到這個大屏的顯示器上。現場還展示了通過 DeX 模式把手機的小屏幕上的遊戲投屏到顯示器的大屏幕中，然後再通過3折疊的屏幕去查找遊戲攻略。三星從2017年開始在 S8 上開始做手機 DeX 模式，到今天已經快9年時間了。我覺得3折疊的產品形態和交互讓三星又看到了新希望。視頻的最後來聊一聊折疊形態。目前呢，市面上的2款3折疊形態各不相同，各有優劣。其中華為的 Z 字形折疊，它的優勢在於擁有一個雙折疊形態，同時呢節省了一塊外屏的重量，但是不足是讓軟的屏幕以手機邊框去
呈現，更容易損壞。三星的 G 字形折疊呢，優勢則在於更強的保護性，折疊屏幕都被保護在機身內，在這樣的超強保護下，也實現了3折疊的防水防塵。不過三星的不足呢，則在於少了一個雙折疊的形態，只在直板手機和3折疊之間來進行切換。目前來看，不同的產品特點適用於不同的用戶使用習慣，這個大家就根據自己的喜好需求來進行選擇就好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在現場給大家體驗的三星最新的3折疊 Galaxy Z Tri-Fold 的一個現場體驗。其實現在3折疊這個產品品類啊，發展方向已經比較清晰了，就是從原來的大折疊把一塊平板裝進口袋，變成了現在把一台筆記本電腦或者是一台台式機裝進口袋的這樣一個發展方向。那麼三星在把電腦軟件適配到3折疊手機當中，這個過程具體會進展的怎麼樣，我們還需要時間慢慢的給我們答案。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我是周文澤，我們下個視頻再見。